你有听过上万人参加的大型联合婚礼吗？那如果跟你说这个婚礼上面的1万多名新人其实本来都互不认识，而是在教会的指配下结婚的，是不是听起来有点超现实？那其实这是韩国统一教举办的真实活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统一教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在韩国有一场超级盛大的跨国联合婚礼，一共呢有来自150国8000多对的新人在这场婚礼上面集体成婚，其中也包含了台湾人。不过其实这些新人几乎呢都是原本互不认识的陌生人，有些新人之间甚至连语言都不同，他们之间的唯一关联是相同的信仰，他们都是统一教的教徒，也是在统一教教主的配对之下互许终身的。那这种帮教徒配婚的传统，其实在统一教已经行之有年了。因此，有些媒体还形容统一教根本是入教送配偶。而最迷的还不只是这样，根据统一教官方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要举办这种集体配婚活动，目的居然是为了要实现世界和平。那我们今天就会来聊聊这个集体配婚活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背后的统一教到底又是什么样的来头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你正在烦恼圣诞节礼物要送什么吗？如果你送你的对象家中有3到6岁的小朋友，那我推荐你台湾绘本品牌芒狗狗推出的幼儿财商启蒙绘本礼盒，里面除了有3本理财主题绘本，能够帮孩子建立良好的金钱观念，还有能够学习储蓄的小猪铺满，更能够练习小额消费的零钱包。那如果你是提前在准备过年礼盒的话，也有春节版哦。芒狗狗财商礼盒让正向的金钱价值观在小朋友心中萌芽，市面罕见却相当重要的学习主题，搭配精美的包装，兼具内涵与体面。不管是送给自家亲戚的小孩，或是朋友同事的孩子，都是一份别具意义的礼物，还能够成为家长教育上面的小助力。而这一次的圣诞礼盒呢，只有限量500份，不但有超值的优惠，而且免运。输入我的折扣码积极推荐，全站商品还能够再打9折，赶快行动，为家有幼儿的朋友们准备一份与众不同的圣诞礼物吧。刚刚提到的集体配婚，在统一教称作圣婚祝福仪式。这个仪式呢，从1960年代初在首尔开办以来，几乎年年都会举办，而且活动规模往往很庞大，动辄上千甚至上万对的新人。像1999年在首尔奥林匹克体育馆举办的联合婚礼，就有超过2万对的新人集体完婚。不过跟外界认知的入教就送配偶不同哦，实际上呢，教徒要获得教主配婚，通常要达成某些条件，而具体的条件在不同地方可能不太一样。比如有美国前教徒就分享说，他们要拉到3人入教，而且这3人还要愿意为你而死。而 PTT 上面呢，只有台湾前教友分享说，除了要拉人信教，可能还要捐款一定的金额才能够获得配婚机会。那接下来呢，教主跟教会内的这个婚姻顾问就会根据统一教的教义，还有个人背景等等的考量之下，帮这些有达成条件的教徒们彼此配对。根据相关的报道，早期的新人们呢，多半就是这样子直接跟陌生人结婚。不过近代呢，则多安排了一个步骤，就是安排新人们呢，在婚前有3到6个月的纯洁交往期，期间不可以发生性关系，还需要接受一系列的婚姻跟宗教课程。那也有报道指出，直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新人是到了婚礼当天才第一次见面。那有不少曾经接受配婚的前教徒就表示，他们在婚后因为跟对方的语言不通啊、性格不合或缺乏爱情而感到十分痛苦，最后离婚收场。不过也有一些教徒说，他们婚后很幸福，并且认为自己的婚姻是非常神圣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相信受到教主祝福的圣婚能够帮助实现世界和平。有教徒表示，集体配婚或者是统一教所说的圣婚仪式是最能够完整的代表统一教理念的仪式，而它的终极目的是世界和平。但跟陌生人结婚到底跟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要理解故中逻辑得要从统一教的教义说起。统一教的教义呢，主要是来自于创办人文先明对于圣经的特殊解读。首先根据统一教经典原讲理论呢，统一教认为圣经说夏娃偷尝禁果的行为，实际上呢是隐喻他跟化身为蛇的撒旦发生了性行为。因此后来夏娃呢又透过这个性行为把这个罪传给了亚当和他们生下来的后代，因此全人类呢都是邪恶的血统，背负着堕落的原罪。而文先明就是上帝为了拯救众生指派的弥赛亚，他来到世上的使命就是透过重建家庭价值，让人们透过家庭体会神的真爱，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统一，进而为世界带来和平。
那整个集体配婚活动的逻辑就是基于这样子的理论，只要在教主文先明的选择跟祝福下结成圣婚，教徒呢就可以净化体内的撒旦之血，生下无罪的后代。另外，统一教还强调，借由让不同国家甚至是来自敌对国的人结婚，就可以跨越种族、国家之间的隔阂，让世上面的歧视、战争呢都消失，最终达成世界和平的理想。而这样子的教义，全球曾一度有上百万人信仰。统一教在1954年创立之后，不仅很快的就在韩国发展起来，不出几年也陆续的传入日本、台湾、美国等等的国家。报道指出，到了1980年代，统一教就遍布了全球上百国，拥有超过300万名的教徒。但不只是教徒人数庞大，统一教当时的影响更拓展到了许多国家的政坛之中。首先，在创始地韩国，统一教就曾经是南韩中情局的得力助手，协助政府从事情报工作，甚至有美国的报告指出，统一教曾经协助韩国政府行贿美国官员。而在美国呢，统一教则是跟共和党关系密切，创办人文先明就曾经跟尼克森、老布希等等的共和党的前总统会面，也会赞助他们选举经费。就是尼克森爆发水门案丑闻的时候，文先明也公开号召教徒声援他。此外呢，统一教跟日本自民党关系更深厚，像是许多这个自民党的重要人物都会频繁的参与统一教的活动，包含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他还曾经公开称赞统一教的家庭价值观。有日本媒体还认为统一教长期在渗透自民党，因为他们不仅会安排教徒到自民党担任国会议员秘书，更透过金钱资助扶植了不少的自民党地方议员。但到底为什么统一教可以有这么庞大的势力啊？要讲到统一教如何取得庞大的政治势力，就要从这个创办人文先明的经历，还有当时的国际局势说起。文先明出生于日治时期的北韩，从小跟家人一起信基督教，长大后也投入宣教工作。但是在二战之后呢，北韩共产政权诞生，文先明的生活也遭受到冲击。根据报道，他被关进劳改营长达5年，而至于被关的原因，有报道说呢是他犯了重婚罪。文先明自己则说，他是因为有很多的教徒追随而被抓，还说呢他在劳改营时遭到了严刑虐待。因此，韩战爆发之后，他逃到了南韩，创立了反共立场鲜明的统一教。在宣教时呢，他还会一直强调共产主义是世界和平威胁，共产国家是撒旦巢穴，应该要被上帝的队伍给讨伐。那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之下呢，统一教这样子强烈的反共立场，就正好符合了反共阵营的需求，也因此呢，被视为是可以善加利用的存在。于是，统一教不仅顺利的发展起来也开始跟南韩政府以及美日等反共国家的政治势力合作。那除了协助反共宣传，还有情报工作之外，统一教后来呢，更开始以长期资助的方式，跟各国的政要建立了更稳固的关系。因此，分析认为，除了意识形态上面有冷战下的反共红利之外，统一教的财力也是他们打入各国政坛的一大关键。美国众议院70年代的一份报告就指出，统一教不仅仅是宗教团体，更是专门从事政治经济活动的组织。他们参与的企业就包含了采矿、制造、健康食品、教育、媒体等等，横跨各行各业。教会更曾经自称，他们在全球的商业活动每年的盈利高达了数千万美元。不过，随着国际情势的剧烈变化，统一教也遭受冲击，逐渐的式微。报道指出，统一教的教徒人数还有影响力，在80年代达到全盛时期之后，就开始逐渐的下滑。分析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政治局势的变化。首先呢，在国际上面，随着冷战落幕，反共的意识形态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子的吃香。同时，南韩也开始民主化进程，因此政府对于宗教的态度也转向中立还有法律化。另外，有分析认为，统一教跟北韩的接触也加速破坏了他们在南韩的地位。1994年，美国中情局就揭露，文先明曾经在90年代初期多次的访问北韩，与时任领导人金日成会面，甚至大举投资北韩企业，使得统一教在南韩的形象严重受损。而虽然到了90年代，统一教的势力已经大不如前，不过他们还是维持着一定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日本。分析认为，统一教长期在自民党内部扶植人马，双方已经建立了难以分割的关系，所以直到近年呢，统一教在自民党内部还是很有影响力。像是在2022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茂木敏充呢就承认党内呢有179位国会议员跟统一教有关联。不过，随着越来越多关于统一教的争议浮出水面，社会上面也开始出现反对统一教、认为统一教是邪教的声音。
统一教自1990年代式微以来，就陆续爆出各种争议。早在1993年，前期的这个核心干部胡振华呢，就曾经出面指控创办人文先明在教会创办初期，利用净化血液解除原罪的名义和女教徒发生性关系，甚至文先明的前媳妇也曾经表示文先明有这类的行为。但是统一教官方强烈的否认这类指控，而就我们目前查到的资料来说，也还没有找到任何受害者出面指控或其他更有力的证据。不过在统一教的其他争议上面呢，倒是有不少的前教徒出面，许多的纪录片报道当中都有前教徒受访表示，入教之后教会就会要求他们断绝跟外界的所有联络，甚至呢还会被威胁离开教会就会遭到诅咒。而更严重的争议是压榨教徒。近年来，韩国跟日本有越来越多的前教徒或是教徒身份的亲友出面指控统一教利用威逼利诱的方式，强迫教徒奉献一切，包含让教徒替教会无偿劳动，要他们购买极其昂贵的产品或是捐助巨款。而且教会呢还会威胁教徒说，不购买产品或是不捐款就会遭致厄运。有报道更指出，文先明曾经拿日本殖民韩国历史告诉日本教徒说，他们深陷罪恶之中，所以要求呢要为这个教会牺牲奉献，包含捐出所有的财产。那近年来日本呢就有出现许多的前教徒控告统一教骗钱的官司，而且其中已经有不少的官司都判定统一教败诉，必须要赔偿前教徒，甚至就连安倍晋三的死也跟统一教压榨教徒的争议有关。真相彻也在自白的时候表示，他的母亲是统一教的狂热教徒，长期向教会捐出巨款，导致他们家家道中落，因此他才会杀害跟统一教关系良好的安倍晋三。而在他的犯案动机曝光之后，媒体开始真相的报道统一教的这种争议，许多报道也都指出，真相彻也的故事并不是个案，日本社会上面还有许多有过类似经历的家庭。而统一教这边呢，也很快的开记者会，坦诚山上彻也的母亲是教徒，但并没有正面回应捐款争议，只是强调统一教一向都很守法。那这样的声音呢，自然没有止住日本社会舆论的怒火。案发后的民调更显示，日本有高达 78% 的人支持解散统一教。那在这样子的压力之下呢，自民党政府也下令彻查统一教，并誓言让自民党跟统一教断绝关系。甚至日本内阁单位还在去年正式向法院提出解散统一教的要求。而在日本之外由于安倍晋三在国际上面的高知名度，这个事件也纷纷登上国际媒体的头条，使得统一教的争议在全球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关注。那除了接连爆出争议，让在外形象大受打击，近10几年来呢，统一教内部也同样的纷扰不断。2012年，统一教的创办人文先明在首尔去世，而他留下的权力真空就引发了教会内部或者说是家族内部的激烈斗争。起初，文先明的妻子韩鹤子接下了统一教的教主一职，然后让儿子们各自负责不同的教会事务。但很快的，王子们的叛乱就上演了。几名儿子之间开始互相争权，后来更纷纷的自立门户，让统一教分裂成了多个派系。而其中一个儿子文亨敬呢，就在美国另外成立了世界和平与统一圣所，宣称自己才是统一教的继承人，甚至还公开跟母亲韩鹤子断绝关系，指责他挟持了统一教。那么在这一连串的内忧外患打击之下呢，统一教现在还有影响力吗？答案是还是有。以韩鹤子带领的统一教来说，他们目前在许多国家都有继续的活动，只是各地发展状况不太一样。比如在美国呢，统一教还是持续有在跟川普等等的共和党政治人物往来，但是在台湾近年呢，则更多是以反毒艾滋防治宣导等等的公益形象活动。尽管如此，跟过去相比他们势力还是大不如前了。而中央社报道就指出，统一教的教徒人数已经从全盛时期的上百万人跌到近年大概只剩下几十万人了。而这个趋势也显示出统一教的影响力正在逐渐的式微。可能跟不少人一样我们第一次知道统一教的存在是在安倍晋三遇害之后，那包含了山上彻也的受害经历，以及后来入教送配偶等等的媒体报道，都让我们用比较猎奇的眼光去看待他，觉得他有邪教的特质。那深入了解之后呢，我们对于统一教的印象，老实说没有很大的转变。那当然，到底统一教是不是邪教，可能有点见仁见智，毕竟这还是要回到每个人怎么样去定义所谓的邪教，而这个界限呢，实在很模糊。比如怎么样算宣导教义，怎么样又算洗脑，每个人心中的那把尺可能就不太一样。不过透过各种官司跟报道，我们觉得至少可以确定的是，统一教的做法确实对许多教徒跟教徒的亲友带来了实质上面的伤害。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伤害得以发生？就是统一教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么多人信仰，甚至信到愿意倾家荡产，把一切贡献给教会？那问题的答案，我们觉得跟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不只是前面有提到的反共红利我们觉得也跟2战后的社会动荡有很大的关系。
以韩国来说呢，统一教创办的时候，韩国才脱离日本殖民不到10年，就又面临了韩战跟军事独裁统治，短时间内一连串的巨变，让整个社会笼罩着巨大的不安全感。另外，统一教后来发展最蓬勃的日本，则在2战战败的阴影跟混乱当中，先后的面临美国强制推动的政治转型、极左极右派运动的兴起，还有泡沫经济的消费主义等等，使得人们精神上面的空洞越来越大。那在这样子的时代动荡之中，我们觉得统一教那个简单易懂的教义，或许正好提供了当时许多人需要的论述，让他们可以为自己身上的苦难或自己的存在本身找到意义，同时也让他们在乱世之中找到某种世界和平的希望吧。好的，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对于统一教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觉得是邪教，集体配婚就够怪了，而且还骗了那么多人的钱。毕竟我觉得就是普通的宗教团体而已，只是极端的案例被放大而被污名化了。所以我觉得是时代必然的产物。毕竟除了统一教之外呢，也有很多类似的新兴宗教。第其他，你们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统一教。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韩国社里教的丑闻以及山达基教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